大家好，雖然主要目標是要種植貝貝南瓜，不過有人是偏好傳統的南瓜，除了外皮的口感，內部的瓜子也有人愛吃啊。而這卻是貝貝南瓜缺乏的部分。貝貝南瓜的種子不像是瓜子啊，反而是像苦瓜的種子，很硬啊。而將貝貝南瓜去籽，再與傳統南瓜混合一起烹煮，愛吃皮或果肉或瓜子的部分，也就可以盡其所好。現在挖掘的是傳統南瓜，直接在土裡育苗的好處，就是可以帶起很大的土塊。想要移植更為成功順利，可以在挖掘前1-2個小時澆一次水，潮濕的土壤更可以將根系包覆得更為完整。沿途中防蟲網內的十字花科類種植呢，等下部影片再進行生長進度分享。現在要移植的2棵幼苗，是打算讓它們半地面攀爬，算是直接地面與棚架攀爬的折中方案了。上方雜草抑制以下，是在解決磚瓦縫隙下的豬屎藤。空間利用之外，也算是兼做綠化的動作。現在這個種植槽的土壤層不深之外，下方還是水泥地板，讓青蔥先行讓位之外，有時間的話，還會將這些韭菜轉成韭黃。至於種植在靠外側的原因，則是希望在種植槽內多做壓慢的動作後呢，才讓南瓜往上爬上去雜草抑制席，這樣也可以彌補上方生長空間的不足。再者，利用壓慢的過程，趁機再將土壤補進種植槽。接着來移植2株芋頭冬瓜幼苗，這裡的一堆幼苗移植時間有點拖太晚了。現在挖掘的位置則是共用防蟲網，種植槽旁多做一條育苗槽，地勢高的好處可以隨意澆水，幼苗也不怕蟲害。事情多，時間不夠用的緣故，過往搭設好的設施就先利用掉。這也是為何還窩在後院，前院的菜地還沒動工的原因啊。不過在舊豬舍完成順利飲水，可以同步施肥後呢，前院的動作就會陸續上工了。前院比較大的菜地功能，今年就單純用來種植年菜。長天期的年菜，現在種植時間應該是差不多了，因為有舊豬舍加入生產短天期的葉菜類，後院的很多空間幾乎就是讓很長天期的蒜頭進駐啊。最後的空間再塞入芋頭、冬瓜後，後院就變成長天期與可以反覆採收的菜，這樣就不會因為採收完又有新的菜地得再種植啊。單純剩下採收、澆水、施肥與除草，這樣的安排好處就可以使用零散的時間做就好。而種植芋頭、冬瓜的這2槽，前身原本是種植苦瓜，要接續種植冬瓜，土壤有拌入一些腐殖、炭灰、隱糞土啊，
避免地力不足、缺乏作物生長的稀有元素啊。因為是要讓它爬上棚架，又要做簡單的壓蔓動作，因此種植時預留一點空間，讓莖部接地長根啊，算是受限空間做壓蔓的動作。一回生，二回熟哈。移植第二顆時就記住了，別種植的離攀爬柱太近了，方便壓蔓多長根。經過8天後，感覺生長有點緩速啊。因為看到本葉順利成長後呢，為了方便補土，已經將靠近地面的子葉拔掉。現在要補進的土壤是堆草草裡的土壤，因為拔草時為了效率，就沒有做分離雜草帶起的土壤。而這些帶土雜草很多是長在不該長草的走道啊。也是在順道清除走道上的土壤，經過反覆堆疊後，下層會自然腐化，上層因為容易有草籽啊，可以簡單做燃燒的動作。嚴守法規的話，也可以直接埋進土裡啊，再添加一點酵素，加速腐化。不過若是雜草已經帶有草籽，要使用這些土壤，切記別分灑出去啊，最好使用在封閉的空間裡，不然讓這些草籽翻臉是完全不認人的。現在先將這些土堆放過來呢，可以清出堆草草的空間，也可以先幫青蔥進行覆土。覆完土之後的澆水，可以讓草木灰的效果更好。另外，草籽愛冒出頭的話，就可以等拔除青蔥時，再一起做大清理。現在青蔥已經長這麼高大，雜草生長的忍耐度就可以高上許多啊。這樣就同時增加了種植槽內的土壤，也清出了堆草槽繼續堆放雜草的空間。目前這樣的土壤厚度就非常夠用種植了。影片最後來做個下部影片預告：青花筍與大陸妹共生的生長現況，一旁則是多種十字花科類作物共生的狀況啊。目前需要再做一次除草的動作，才方便繼續放養。以上種植進度分享。謝謝收看。